他把我拉黑了，直接换上衣服马上冲去警察局。这个警官就告诉我，他说你妈要被通缉了，马上要被通缉了。这个警察会不会也是个骗子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Liz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期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诈骗的这个话题。说到诈骗，不知道大家心里对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骗，或者自己周围的亲人有没有被骗过的经历啊？最近那个电影不是也很火吗？叫做《孤注一掷》，在新加坡也上映了。我的很多新加坡的本地朋友他们也都很喜欢看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虽然新加坡这个国家不大，但是它居然是全球平均诈骗损失排名第一。其实并不仅仅是最近诈骗案层出不穷，其实在几年前很多人就已经被骗了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这期视频呢，就让我作为一个曾经的网络诈骗受害者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，让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吧。其实我被骗已经是2-3年前的事情了。当时呢，在新加坡有一个二手网站叫做 Carousell， 就类似于国内的二手网站闲鱼。当时这个网站就是有一个 bug， 那个 bug 就是你要么就选择面对面的去交易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要么呢就是如果你需要邮寄的话，只能就是把钱转到对面的银行卡上，完了之后对面再收到钱了之后再给你邮寄。所以第二个这个方式明显就有一个 bug， 他当时还没有办法就是把钱通过这个 APP 作为一个中转站，如果收到货了再给对面，当时好像是没有的。所以呢，我要么就是走第一种方法，要么就是走第二种方法。我当时的手机是比较烂了嘛，所以我就想买一个二手的手机。我就在网上左翻右翻，就是经常刷，每天刷，一有空闲时间就刷。终于找到了一家，他那个手机是新的，他当时是写在他的那个商品描述栏里，就是说我这个手机是我买给我老婆的，只不过我老婆她觉得我浪费钱，就想说要我把这个手机卖掉。我当时一听，可以啊，又比平均价格低一个200-300块钱，200-300新币，然后又可以买到一个新的手机。我当时就跟他一拍即合，他说他会直接送到我家里，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想，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嘛，反正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直接把钱转到他的账上。他也给我安排了就是运送的司机，他的连那个司机的信息都发给我了。当时他喊的是一个叫做 Lalamove 的，就有点像货拉拉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个公司啊，他名字有点像，是可以当天到货的。因为新加坡的那个邮寄一般会比较慢嘛，要2-3天，这个可以当天到货。他说晚上10点会到，然后我就等到10点还一点消息没有，然后我就跑去问他，我说大哥，你这个电话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？然后他就说稍等一下，马上到了。他就这么一直拖着我，然后过了1-2天还没有到，我就又去问他，我说怎么还没有到？然后他就说是他老婆说这个手机他不想卖了，然后还要自己用。我说可以啊，你可以自己用啊，但是你把钱还给我吧，既然你东西不寄了。然后他又开始说他没有钱，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内不间断的去找他，结果就是他偶尔会回一下，直到最后一次我再去跟他联系，发现他把我拉黑了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当时那个心啊，真的是哇凉哇凉的。我当时是个穷学生啊，一个手机几千块钱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，也是我平时的零花钱省出来的一个手机钱嘛。当时我还跟我的室友住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就跟我讲马上立刻现在就去报警。所以我当时还是处于一个脑袋完全懵逼的一个状态，我就直接说好的，我就在 Google 上面搜那个警察局在哪里，距我最近的警察局可能要走个10几20分钟。然后我当时我就直接换上衣服马上冲去警察局，然后当时还找错路了，找了我差不多半个小时吧，左找右找，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警察局。到了警察局之后呢，因为人还蛮少的，当时只有一个被家暴的女生在那边报警，所以马上就有警员去接待我了。警察那边呢也马上安排做笔录。给大家说一下，在新加坡有这点好啊，就是警员他们都是听得懂中文的，他们听得懂华文，所以说如果自己英文不好的话呢，也可以直接跟他们讲，他们也大多都听得懂。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，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，这个等会儿我后面再讲。所以录完笔录之后呢，我就问警察这个事件是不是我第一个报警的，他们说是的。所以在我之前还并没有人有报过警，不过他们说我的钱大概率是回不来了。因为那些骗子一般就是拿了钱之后直接就把钱给马上转走，就马上花掉，他们不可能把钱一直留在账户上面，所以我的钱大概率是回不来了。不过他们也叫我不用担心，他们会尽全力去抓这个犯人，如果这个犯人不能够退还这些被骗人的钱的话呢，他们就会面临更严重的惩罚，就比如说本来他要坐2-3年的牢的，如果钱还不了的话，他们可能就要坐2年半，就是他们的惩罚会更
严重一点。然后他们就告诉我，如果有什么最新的情况，他们会跟我 update 一下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后面还接了一个警察的电话，警察就告诉我这个案件已经由更高一阶的警察局处理了。他们就是告诉我一声，我的这个案子转到了哪个警察局。然后我当时就问他，那么我是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？他们就说不是，其实还有更多的受害者，只是我是第一个报警的。我当时就以为我的故事啊，就到此就结束了，就没事了。结果事情还没完，我最近又接到了警察局的一个电话。当时自从我报警之后，我老妈的账户就突然被封了，被冻结了。我当时我还奇怪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我就问那个银行，是不是因为我报了警，所以银行的账户才会被冻结了？其实我当时是用的我妈的账户。银行那边说呢，不是的，但是因为保密呢，他们也不能向外透露。反正他们就是说，不是因为我报警，所以才导致账户被封的，所以他账户就被封了，就一倒无风了。所以我又自己办了一个账户。不过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了，反正就是一直过去了，就这么几年。直到上周，我突然又接到了警察局的一个电话，当时那个警察局打电话过来就问我是不是我本人，我就说是的。然后他就问我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账户？我就想这是个什么账户啊？我还查了我自己的账户，发现不是我的。我就在那里左想右想，然后警察看我完全就是想不起来，他就提醒我，他就说了这个账户人的名字叫做杜某某。然后我一听，哎，是我老妈的名字呀，那这个账户肯定是我妈的。我就跟警察说，我说对，是我老妈的，应该是，因为我忘记账户的号码了，因为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我也不记得了嘛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你确定这个人是你认识的人啊？我说我确定是我妈。然后他跟我说，他之前给我打了几个电话，我都没有接到。我想那时候我可能是在中国，我是在国内，我一般在国内我是不接新加坡的电话的嘛，我绝对不会说我是为了省话费，所以我才不接海外的电话。他继续跟我说，幸亏我确定了。如果我还没有确定的话，他们就会通缉我妈。我说什么通缉我妈？我说他做了什么事儿了？然后他就说，因为当时我跟那个警官讲的是中文，那个警官听的也是中文，但是他写的是英文，所以他可能写的时候他没有写清楚。我不知道是我表述的没清楚，还是他写的没有清楚。就是说我妈那个账号，其实钱是从我妈那个账号转给骗子的，但他没有写清楚，他们就可能以为那个骗子的账号是我妈的账号，所以就这么搞混了。所以我说这就是最大的弊端，就是你到时候如果你报任何警，你讲中文跟那个警官写英文的时候，一定要拿那个报告仔仔细细认真的看看有没有任何有歧义的地方。所以这个警官就告诉我，他说你妈要被通缉了，马上要被通缉了，幸亏你接了电话，如果你再不接电话的话，马上就要被通缉了。我当时我那个心情，那个是个叫做是一个火车的感觉，不是过山车的感觉，就是zoom一下。我说幸亏我接到了你这个电话。然后我就跟警察说，我说你千万别抓他，我妈是好人，是大大的好人，你千万不要抓啊。然后那个警察就安抚了我几句，然后挂了电话，然后就跟我讲要我在 WhatsApp 上面再跟他 confirm 一下，确定一下，就是说这个账号确实是我妈的账号。好，我当时就 OK， 我就挂了电话。但是挂了电话过一会儿啊，我又觉得就是我回过那个味儿来了，我就想说这个警察会不会也是个骗子啊？他是不是想要套我的信息啊？因为我想哪有警察用 WhatsApp 的？他不应该用那种发短信的方式发到我手机上吗？很少有警察会用 WhatsApp 的吧？左想右想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警察是真警察假警察，我就马上连线我老爸老妈，因为我之前被骗了一次，所以我害怕我又被骗，就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懂吧？就是我马上联系我爸我妈，我爸就说这个人大概率也是个骗子，所以你最好要提120个心。然后我妈就说他有可能是骗子，也有可能不是，毕竟他知道这么多信息嘛。要不这样你看一下他的电话是从哪打的。然后我就一查，发现确实是警局的电话。然后我妈就说这样你打回去，因为电话它是可能是有造假的嘛，就是那个号码显示你直接打回去，如果是同样的号码呢，你看是什么人接的，是不是同样的号码。然后我就一打回去电话，是一个讲英文的，好像是一个马来裔的一个人接的电话。然后我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警察叫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他们就查了一下，就说哎有。他们就问我有什么事，我就说因为他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怕是骗子，我说可不可以你们帮我查一下他是不是本人。那边呢就让我去报了一下之前那个警员给我留的电话，我一报，哎，他们也对得上，我就知道原来这个警察是个真警察。对面还问我要不要再让我跟他聊一下天，联系一下，跟他讲一下，就是说我来找他。我说不用了，我只是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警察。所以呢，故事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得到的教训就是在那个二手网站，只要超过100块钱以上的东西，
一定要面交，绝对不能就是在网上进行交易，尤其是像这种贵重的东西，一定要看到实物再把钱给对方，就是最好是面对面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也可以看一下那个机子的状态。一旦发现自己被骗，一定要及时止损，马上立刻去警察局报警。在避免自己钱财损失更多的同时呢，也可以让警方进行一个警觉，也减少其他人可能受到的财产损失，减少其他人被骗的几率。而且我想说的是，虽然新加坡的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的严苛，但是也不能避免有这种喜欢钻空子，宁愿违法犯纪也要骗钱的人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。最后就是，如果报警的时候，当对面的警察给出了报告之后，一定要仔细认真的看任何语句有没有歧义。如果是自己英文不太好的，可以喊一个英文好的朋友来陪着自己一起看，要么很可能就酿成像我这一次这种很惊险的这种结果。如果当时我还在国内，或者我没有交那个警员电话，我妈可能就被通缉，以后她也没有办法入境新加坡啊什么的，或者她一入境新加坡就被抓了的这种情况。好啦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能不能给一个3连安抚一下我受伤的心灵呢？那么谢谢大家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